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艾伯特收藏第6集。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作品，虽然不是一个新的作品，但是我所有收藏中数一数二喜欢的雕像。那这款雕像是由 Toomey Art 所出的 HQS 系列《一拳超人奇遇》。在分享作品之前，跟以往一样，先从角色、人物故事背景讲起。一拳超人又译一级男，是日本网络漫画家 One 的一个幽默格斗风格漫画。该作品以一个漫画原稿软件 Comic Studio PC 所制作，于2009年7月3日在 One 的个人网站上开始连载。虽然当时的画工相较大部分漫画来得粗糙，但却在日本网络上掀起了一波热潮。也因为如此，在2012年出了漫画的重制版。一拳超人真正红起来，大概是在2015年动画版上映之后。相信大部分人初次接触一拳超人，都是透过2015年的动画。接下来说到一拳超人的故事背景以及世界观。首先，在一拳超人的世界里，有着各式各样与人类为敌的怪人，也有着保护人类的英雄两大派。在这部漫画中，似乎没有严格的国家区域之划分，里面的领袖都是以某英文字母式的称呼来区别，整体社会结构都相对偏向日本城市的架构。故事里的主角奇遇，原本是一名整日奔波于求职的普通人，在某一天偶然遇到了要对一名少年痛下杀手的一瞥螃蟹怪人后，回想起少年时曾经想要成为英雄的梦想。在一番波折之后，救下了这名少年，也因此重拾了当起英雄的兴趣。接下来的故事开始描述奇遇如何透过拼命锻炼获得了最强的力量，但是在获得力量的同时，也失去了头发，变成了一个光头。故事的一开始，主角在独自做了一段时间的英雄后，结识了弟子杰诺斯，两人正式加入英雄协会后，开始与众英雄展开了各种对抗怪人的生活。听到这里，可能各位会觉得这部漫画的设定听起来很一般。那为什么这部漫画会这么红？让我在这边特别解释一下。相比于其他类似世界观的漫画主角，奇遇这个角色跟以往有着很大的一个反差。除了主角造型诙谐，乍看之下像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以外，在角色设定上也没有走那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老套路。强大的他在故事中会成为英雄，不是因为有着这样的道德束缚。强大的他会成为英雄，仅仅是因为当英雄就是他的兴趣。因此，在这部漫画中，大部分时间看到他在战斗的时候，会发现他更像是为兴趣而去做，而非完成一个义务或是使命。再来，这部漫画叫《一拳超人》，顾名思义，只要在认真出拳的情况下，强大的主角都能在一拳内击毙对手。如此强大的主角，却没有因为自己能力过人而像传统英雄或救世主一样到处去斩奸除恶，反倒是大多数的时候都只是路过，然后顺便解决一下大家都解决不了的怪人。那除了以上所说的，奇遇还有着无比佛性的一个个性。尽管有着强大的力量，却因为不爱去争夺权贵，不会去博取关注，因而被排在 C 级英雄当中，还常常会在解决怪人之后被别人抢走功劳。这样的个性让人有时候看了又生气又好笑，但是看着看着的同时，也开始不知不觉的被他这种不会因为外在事物而动摇的个性喜欢他。以上所说的这些点，是我认为这部漫画比较独有之处。那故事背景的部分就讲到这，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雕像实际的样子吧。本作品外包箱的部分一共分2大箱，2个箱子的大小都差不多，其中一个是装我们的主角，还有一个地台，另一个则是装我们的怪人。接着看到彩盒的部分，虽然是分2个箱子，但是彩盒在设计的部分除了编号上有区别，其他的部分都是一模一样。所以我在这边只挑其中一个来看，单看这个箱子还是可以感觉出设计上不错的一些小细节。除了正面有着作品特写之外，侧面还有着一拳超人里超人联盟的标志，背面也直接写了雕像的各种数值。各位可以从左半边这边看到，这应该是法文。那不晓得各位对 Toomey Art 熟不熟悉？Toomey Art 是位于卢森堡的一个工作室。那这边维基百科告诉我，卢森堡官方语言一共分卢森堡语、德文还有法文，好像是因区域而异。那各位如果有在关注 Toomey 在社群网站上发布的消息，貌似大部分都是以法文为主，所以估计他们的公司应该是位于法语的区域。Shonen, c'est des mangas plus ou moins créés pour les enfants. 那这边很快的看一下旁边数值的部分，本雕像是采用1:6比例，宽是50公分，深度是52公分，然后高60公分。那它整体的重量是17公斤，大部分都是以保利石，还有少部分的 PU 还有 PVC 组成。
打开来之后，就可以看到说明书，还有产品版权以及限量证明的证书。说明书的部分就是很经典的 HQS 系列的说明书。虽然这样没有讲解的特别详细，但是 HQS 系列产品在组装上相对的简单直观，所以应该是不会碰到什么太困难的部分。那看完说明书，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证书。本产品名叫做 Saitama， 这也是主角奇遇日文名的英文音译。那这个作品一共有1800个，我拿到的编号是766号。接下来看一下内容物的部分。打开来之后就可以看到怪人的部分，由于是一体成型，所以占掉了很大的一个空间。我个人认为，虽然怪人体积很大，但是这样的内容物其实不算多，是有机会可以把它只做成一个箱子。估计也是因为承重碰撞上的考量，最终才分成2个箱子。那我们就来把它组装起来吧。首先从地台的部分开始装起。拿起地台后，发现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沉重。地台在设计上也是相对的简单，只能说是一个很标准的地台。地台正面可以看到奇遇老师的日文音译。接下来说明书是建议先把怪人装起来。拿起怪人时，千万不要从旁边抓起，由于旁边有一些凸出来的零件比较脆弱，如果从侧面抓的话，可能会造成损坏。所以说明书上也特别说明，手要从中间穿过身躯，然后从另外一边把怪人搬起。怪人的部分虽然很沉重，但是脚装的位置抓得好的话，就可以很顺利的把它安插进去。那这么重的雕像，当然不是只有一个脚装这样一个支撑点。转过来看，可以看到其实其中一条喷出来的肠子，巧妙的被用来当另外一个支撑点。主角奇遇身体的部分和怪人一般操作，将装顺着洞口滑进去就可以了。那这个身体的部分连同披风一体成型，虽然这种定型披风在运送过程中比较容易出现损坏，但我个人因为手比较残，不会自己去折披风，所以还是比较偏好这种定型的披风。接着左手的部分，左手手套和提着的超市购物袋是连在一起，手套内部有着磁吸的设计，所以方向对了就能够装上。再来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部分，本作品没有分版本，却有着2个替换的头雕。头雕其中一个是严肃脸，另外一个就是他大部分时候的憨呆脸。那头的部分跟左手一样，都有着强力磁铁，所以只要方向对了，就能够安装进去。安装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怪人背部的肋骨部分。那这边想要特别夸奖一下这个工作室，因为他们通常会在雕像附属的小零件上标记号码，然后这个号码会对应主体上的另外一个相同号码。如此一来，玩家在安装时就比较不会搞错。虽然实质上对雕像外形没有任何影响，但是这么小小一个设计还是蛮贴心的。那肋骨装完后，这个雕像就安装完毕了。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雕像特写的部分。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雕像的角度限定测试。这款雕像是采用双主体的结构，这种双主体的结构，顾名思义就是采用了2个主体为主题的结构，通常会是一个配角主体搭配一个主角主体。那本作品的主角主体当然就是我们的奇遇老师，搭配配角主体的怪人。双主体的优势，简单来说，能够有种对比性的衬托效果。但是这个优势还是取决于2者之间的搭配，不然很容易发生配角主体比主角主体还要更抢眼的反效果。如刚刚所说，双主体搭配好的话，可以有种互相辉映的衬托效果，但是免不了的也会在一些特定的角度下失去2者之间的层次感，所以在摆放的时候一定要朝向特定的方向，才有办法展示本雕像最好看的一面。接下来说一下细节与涂装的部分。其实日漫系列雕像一直以来都被人说细节不如美漫系列，原因是日漫在风格上本来就比较是基于2次元的世界，而美漫风格大多是偏向写实。那也因为这个原因，造成先天的条件下有一些落差。我个人觉得这个说法在这款雕像上是不适用的。从老师在服装上的材质细节，加上肌肉纹路的线条涂装，让人看出 Toomey 在细节上完全没有马虎。再来看到怪人皮肤的部分，本体皮肤有种爬虫类外皮一般的质感，同时也可以看到每个部位都有着不规则的肤质，完完全全的打破先前讲到的那个迷思。涂装方面也是相当卓越，
虽然所用的颜色反差很大，但是却没有因为这样的原因而显得有任何不自然，近看也没有任何异色的现象，完全可以反映出这个工作室的实力和在品管上的把关。最后呼应一下我一开始所说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个雕像。首先，我前面没有说到，本作品的主题是采用《一拳超人》第一本单行漫画的封面。虽然这个场景实际上没有在漫画中出现，但是这个主题充分的表现出一拳超人这种一拳必杀的精髓。我想这其中所具有的象征性就足够满足喜欢一拳超人的人。再来，第二个原因是这款雕像所附赠的双头雕。其实就我对Tumi工作室的了解，他们在出雕像时其实很少有这种可以替换的零件。大部分情况下，替换零件都会以高配版或是低配版的情况出现。这边还是想特别感谢Tumi对这款雕像没有这样的设定。回到重点，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头雕所带来不一样的整体效果。认真脸和憨呆脸虽然只有头部上有变动，但是这种反差感对我而言是大大的改变了这个雕像的氛围。这也是我觉得在设计上真的很棒的地方。个人觉得Tumi在雕像界一直很抢手，不是没有原因的。好了，那这次的分享大概就到这。如果有没有说到点，或是跟各位见解不同，还请多谅解。毕竟我也不是什么专业的人士，但是无论如何都很感谢你能够听到这里。那在这边，我想跟各位说声抱歉，我知道我更新影片的速度真的非常非常慢，我也有在检讨。但是由于小编是个正常的上班族，前阵子也比较难找出固定的时间来做影片。再来，其实这段期间我也有尝试做出几部影片，但是最后想想都觉得好像没有达到心中那种标准，所以我就没有上传了。最后还是要说，你们的回应是我很大的一个动力。如果喜欢我做的影片，还请各位可以大力的分享出去。那这部影片大致上就到这里，记得按赞跟订阅哦。我们下次见。